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之前阿达介绍过很多款适合影音创作者所使用的一些拍摄硬体，像 Insta360的 S Pro 还有 Go 3系列还有像全景相机那些还有一些比较专业的相机或手持的一些小型摄影机，它们都能够帮助影音创作者拍摄高品质的影片。不过呢，虽然这些设备都很好用，但人们最常用来拍影片的设备可能还是以手机为主，因为手机通常来说会有更好的一个相机硬体，而且不需要特殊设定就可以套用自己习惯的滤镜，甚至你可以拿来做直播。所以手机作为影像创作工具来说，还是最多人所接受的。不过呢，手机还是有一些先天的限制，譬如说边走边拍的时候，它的画面抖动可能就比较大。另外如果你只有一个人自干没有其他人帮你的话，你可能就很难做到像画面追踪或者人脸追踪更别说想用手机拍摄出像是一些专业人士所拍的一些稳定的运镜，老实说也是不太容易的。也因此市场上还是有一些手机稳定器的一个需求。之前阿达曾经开箱过一款 Insta360 Pro 稳定器，它是一款定位是最万能的一个手机创作工具，它结合了稳定器、自拍棒、提词机还有 AI 追踪器等众多功能。它的型号就是 Insta360 Pro 2 Pro。阿达手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这 Insta360 的 Pro 2 Pro 的一个3轴稳定器。那这个我们之前有开箱过一代，因为怕大家没看过之前的一代，所以这边还是为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 Pro 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它是一个超多功能的一个3轴稳定器然后呢，它跟市面上的一些稳定器不太一样，就是说它的折叠是非常好收纳的。大家可以看折叠跟取出，这样子就可以用了。而且它有一个很聪明的点就是它的夹具。它的夹具呢，它平常只是这样子，你可以直接夹在 iPhone 上。要使用的时候呢，只要将这里对齐它上面的一个红色的点之后呢，再把它张开来，它就可以使用了，非常的简单易用。而且厂商还出了很多的周边，像它有夹具，对不对？有人觉得这个夹具好丑，或者用起来没有那么方便怎么办？其实它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我觉得这个 Insta360 真的很会做周边这个吸盘的一个设备，它直接支援 MagSafe， 吸住了，吸住之后就很牢了。除了一般的可以给 Insta360 用以外，它还可以这样当支架，直着横着看影片干嘛呢？那使用的时候也很简单，这样子之后呢，直接把它张开，这样就可以使用了，连夹具都不用，非常的方便。另外，像我们出门都会背背包它还可以用这个配件，用魔鬼毡夹背带上，收纳的时候这样子放着，要用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就好，相当的聪明。那接下来阿达也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台 Insta360 Pro 2的一些外观跟一些 I/O 部分。它的功能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首先你如果这样子看，它是一支一般的3轴稳定器，对不对？它实际上它还可以这样子一直往后延伸拉出来，甚至这边还可以调整角度，你这样子可以远远的拍，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就是它下面这里，大家可以看它下面除了有一个一般的一个云台锁孔以外，我还可以这样子往下拉，这样子伸出来，它就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脚架，你就可以把它架在某个地方，让它锁定你，就可以一个人单干自拍，非常方便。第三个，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这个就是它新增的一个自拍镜的功能。有时候我们是用前置镜头拍自己，但是呢，你会嫌前置镜头拍起来的画面不够好，那我们也可以转成主镜头来拍我们。但是呢，用主镜头拍我们是不是看不到我们现在目前的样子？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镜子你就可以拿来当一个简单的自拍镜。而且还不仅如此，像我们在户外拍摄拍久了，手机快要没电了，是不是就很焦虑？但是你如果加行动电源的话，你可能就没办法上3轴。它下面这里有个 Type-C 的连接副，你可以使用Insta360 另外贩售线材，就可以从这边拉线过来，接着用它的电池来为你的手机来通电。而且还不止这样厂商要出这个补光灯的设备，你可以直接接在给手机充电那个洞插下去之后它还可以作为一个补光灯，所以可以说只要你想得到的，没有 Insta360 做不到的。除了周边之外这次的 Insta Pro 2 Pro 呢，它有很多很厉害的新功能。像以前我们要用3轴稳定器的时候，都要搭配它的一个软体才能做一个追踪定位嘛，不然的话，你如果没有开 APP，只用原生的相机去录影的话，它是没办法做追踪的。
但是呢，在 iOS 18之后啊，加入一个叫 Dark Key 的功能，不需要使用 Insta360的原生 APP。不管你的手机里面是用脸书的直播或者 IG 的直播，或者抖音的录影，都可以拿来追踪。现在我的手机里面没有开启任何 APP， 也没有开启 Insta360的软体，只要这样子靠近，追踪底座这个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只要把这个手机持续上去，然后呢张开，这样子我就可以打开相机，然后锁定我的人脸。大家看，它现在是在锁定我的人脸的。这是原生相机，有没有？这样子就是很聪明很厉害。我们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它会跟着我们走，这样子就可以在不离开常用的一些美颜滤镜的状况下去进行录影拍摄，而且不会穿帮，非常的方便。那接下来阿达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Insta360 APP 的一个功能跟介绍。现在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画面，我们只要这样子接上之后，点这个相机，我们就可以直接连进去。这样子就是我们的相机的主画面。那像刚刚阿达是边走边拍，其实我是用到提示机功能，我就已经把我事先写好的稿子贴在提示机上面了。那我可以设定它的一个换行的速度，那我就照着这样子念就好了。这个就很方便。虽然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Vlog， 还是说你是要去参观一个地方，那我们一定要先写好脚本嘛。像阿达之前比较笨的方法，就是念一段，卡一段，拿出来看一段，这样子来弄，这是很笨。不然就要带提示器出来。Insta360内建的一个提示器就相当的好用，只要开始录影，它就会开始一行一行的跳动。那另外呢，大家可以看旁边这里，像如果你是 iPhone 的话，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切换倍数、倍率那另外它有一个 AI 自动的一个缩放功能，等一下会为大家介绍。那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调整解析度，像 4K 1080p 60帧、30帧等等。但是有的功能只有到1080p，这个你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其他的像说，这边它有一个叫做拍摄情境资料库，像今天我想要拍什么内容，但是我没有梗，还是说我不知道怎么构图，你可以用讲的跟他讲说，你想要在什么情景拍什么东西。因为我现在是荧幕录影，虽然麦克风被锁住了，我这边直接选，给大家看，在这边它就有什么公园海边城市各种方式你要拍狗狗的话，它就跟你说，第一段你要拍狗在奔跑，狗的侧边，主人跟狗一同走路，它会跟你讲说，你就拍这几个运镜，这样子拍出来，让 Insta360 的 APP 自己去剪，那剪出来它的效果就会最好。那你要拍摄的时候，你只要点我要拍摄。那接下来旁边有个提示，第一咖你要拍抱住狗、亲吻狗，那接下来第二咖、第三咖、第四咖要拍什么？就好像一个导演告诉你，接下来你要拍什么画面什么构图让你配影的时候成功率大增。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它其他功能，像它这个我们可以直接这里选择我们要套什么滤镜，它有各种滤镜，这边可以直接选择。另外像各位网美很注重自己的形象。现在这一支它已经可以让你自己套用你自己常用的一些软体的那个滤镜了嘛，就直接用软体就好。我们可以直接用这里，就是说我要塑形，我要瘦脸瘦脸，还是大眼这边都可以直接这边调整，这样子，这边都是可以做的小鼻你要整的跟你妈妈看不出来也可以。不过呢，我自己还是比较推荐大家用 Dark Key 的那种功能，就是使用你自己常习惯的 APP， 让它自动来锁定，这个我是觉得比较好用。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追踪功能，大家可以看，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选择手势功能，我们可以这样子按 V 就拍摄，按5就单人追踪，然后按7就多人追踪。多人追踪是什么呢？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出行的时候，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是一群人的话，如果是以前拍摄，那可能对到你嘛，你朋友就不见了。那如果你用多人追踪的话，它就会把2个人尽量都拉入镜，画面中间不再是你的脸。那另外呢，我可以直接操控拨杆上面的一个方向，我们按一下就是切换前后镜头，有没有？那按2下就可以指横转换。那另外呢，这个转盘又有用处我们这样子调整它，它就可以缩放，很方便你运镜。那这个扳机做什么呢？扳机我们只要这样子给它扣住之后，它就锁定了，它就锁定一个概率方向，所
所以啊，这用起来是相当实用。还有一个功能非常强大，它应该算全球第一款吧，可以360度旋转3轴稳定器。比如说，我们可以拍一个360度的一个全景相片，或者是一个360度的一个全部的画面，这都是 Insta360 Fold 2 Pro 的一个新的功能。Insta360 Fold 2 Pro 呢，可以是我心目中最佳的一个 Vlog 或者是自媒体的单干神器啊。譬如说啊，我现在只有一个人而已，那我需要拍一个场景，或者说我需要在镜头前讲话，但是我没办法控制它怎么办？这个时候啊，只要你有另外一只手机或 Apple Watch 的话，就可以直接远端来控制这个镜头。我们这边只要打开这一个，点下去，它就会出现一个2维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手机只要开启相机的功能，甚至不需要装任何软体，我只要这样按下去，它直接就连上了。这个时候我还甚至可以直接控制它，那我也可以直接这样走过来，哦，然后先构个图，哦，对准我，然后直接啊开始录影，这样子我就完成了一个就单干的一个片啊，介绍产品啊，介绍景点啊，哦，说明东西啊，都很方便哦。那我也可以这样子直接放大追踪我，哦，有没有很厉害？我真的觉得这个功能超厉害。那像在户外啊，我们最常拍什么？我们可能是拍小朋友，或者拍毛小孩，或者说可能去听音乐厅的一个表演。这个时候呢 ，Insta360 Fold 2 Pro 的一个追踪功能就很好用，只要框住我，框起来之后呢，它会依照你的形体的一个尺寸，像我是人的话，它就会框住我的脸。那这样子的时候，哦，不管我怎么走，哦，它都会追着我跑，相当的方便。但是你以为只有这样子而已吗？不止，哦，它有一个 AI 智慧缩放功能。这个时候我们点开 AI 智慧缩放，然后大家可以看，我这样往后走的时候，它镜头会自己拉近，哦，有没有？就会变成说，今天是你在拍小朋友的一个舞台剧，还是你的推，哦，在舞台上走来走去，那你不想拍到其他人，或者说你怕不小心追丢的话，用这个方式，你就可以一直锁定这个人。那甚至啊，有遮蔽物挡到，再穿过来出来的时候，它还是会一样牢牢锁住。这个功能啊，是相当的强大与好用。而且追踪功能还不止这样子，像说啊，我们平常时这追踪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画面正中央。那如果说我这旁边这里，我想要介绍产品或弄个特效 key 板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只要使用构图的功能，它就出现一个9宫格。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设定我们这个追踪的人物是在9宫格的哪一个区域。这样子呢，不管我怎么移动，这个构图它都是不会变的哦。这就相当的方便，相当的好用。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动态加强追踪的功能，这个功能啊就必须啊架上脚架，然后去做一个动态追踪。比如说，有人在骑脚踏车、骑滑板车，或者说滑板，这种速度很快，然后需要快速追踪的一个功能的话，用这个动态追踪功能就相当好用。Insta4 2 Pro 是一款啊，在原有相当好用的手机3轴的状态下，又加入了更多的一些应用的一个优质产品，让它丰富配件啊，还有几乎啊，在任何的摄影 APP 都能够拍摄追踪的一个追踪功能，相当适合像一些啊直播主啊、网美啊，或者说经常一个人出去拍摄啊，需要滤镜的一些内容创作者。说它啊是最万能的手机创作工具啊，绝对当之无愧。像我现在啊，就是一面讲，还一面顺便看啊。AI 念稿机给大家做总结。除了这些功能以外，它还有一些像延迟缩时啊，还有各种的拍摄功能啊。因为影片长度关系，实在是没办法所有介绍。有机会的话，推荐大家自己摸索看看。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段影片，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